第121章，伦纳德的猜测。听到克莱恩和弗莱的猜测，伦纳德扯了下衬衣领口，来回踱了几步道：“那就必须调查索尔斯在济贫院内接触过的所有人，以及他破产被赶出房屋后遇见的每一个人。这非常麻烦，我们先抓紧时间，分头在这里做一个排查，然后直奔西区的第3起死亡事件，将剩下的部分交给警察。”好的，克莱恩毫不犹豫的回答。弗莱也没有异议，转身走向了昨晚睡在索尔斯附近的几位平民。克莱恩正要另找目标，忽然看见伦纳德对自己使了个眼色，用下巴指向济贫院的侧厅。什么意思？他一阵迷惑，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绕着弥撒厅转了半圈，然后趁弗莱不注意，追随伦纳德的脚步进入侧厅，通过隔断来到僻静无人的角落。我有一个猜测。伦纳德停在玻璃碎裂的窗户前，突然而直接的开口道。克莱恩疑惑的左右看了一眼，道：“什么猜测？”伦纳德绿眸幽深的反问道：“如果没有超凡因素的影响，你认为劳维斯太太会有怎样的结局？”克莱恩想了下，颇有些沉重的说道：“还是同样的结局，只不过会推迟1周、2周或者1个月。对他们那种家庭而言，不到无法支撑的时候，肯定不会去找医生。而心脏疾病只要变得严重，死亡就随时可能降临，并且不会留下挽救的余地。那索尔斯呢？如果没有被人教唆，他会拥有什么样的结局？”伦纳德再次发问。克莱恩斟酌着开口：“从资料介绍的情况看，索尔斯早就对破产充满怨气，对没有获得拯救异常愤恨。我认为他迟早会报复，但对象将不是被救济者，而是造成他破产的公司老板，收走他房屋的银行职员。他报复之后又会有怎样的结果？”伦纳德追问了一句。毫无疑问，他已经打算终止自己的生命，不管报复是否成功，他都会死亡。克莱恩做出肯定的回答。伦纳德微微颔首，露出标志性的轻浮笑容。那我是否可以说，劳维斯太太和索尔斯都是注定在近期死亡的人？克莱恩是见多识广的键盘强者，听到这个问题后立刻有了猜测。你是说他们的死亡被超凡因素人为的提前呢？这又是为什么呢？更准确的描述是，他们应该拥有的生命被超凡因素人为的缩短了，被窃取走了。而生命一直是召唤邪神、恶魔进行可怕诅咒的最佳材料。伦纳德嘴角微翘的纠正了克莱恩的猜测。召唤邪神、恶魔进行可怕诅咒。克莱恩盯着对方碧绿的眼眸，半是质疑半是揣测的说道：“你似乎非常肯定，但我们的调查样本暂时还只有2个。”伦纳德玩世不恭般的笑笑道：“克莱恩，我们之间不需要假装。我目睹过你摆脱封印物2到49分的控制，知道你的特殊，而你也应该模糊感觉得出来我和一般非凡者不同。”他收敛笑容，迎着克莱恩的目光道：“我曾经对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特殊的人，总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也比如说我。这个世界拥有漫长的历史，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神奇物品，总会有人得到它们，掌握它们，成为不同戏剧的主角。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但肯定不可能只有那么1、2位。我并不认为藏着秘密的非凡者就一定是坏蛋，是恶棍，并不认为必须弄清楚他们的特殊源于什么，表现为什么。只要你的行为没有危害到我，危害到职业者和整个停根室，那你就还是我的队友。同样的，我也希望你用类似的态度看待我。当然，这种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告诉上面的人。那些家伙都古板而保守，总认为我们这种特殊的人必然会失控，必然会受到邪神恶魔的引诱而堕落。可是，我的秘密恐怕比你想象的更加多。”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坦然说道：“我确实是这样的态度，只看你的行为和目的，不在乎你的特殊，不试图窥探你的秘密。”说完这句话，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道：“不，其实我还是比较在乎，相当好奇的，但只能强行忍耐。”文纳德觉得自己是一场戏剧的主角，他得到了什么奇遇，拥有什么样的神奇物品？伦纳德解开衬衣领口的扣子，轻笑点头道：“很高兴我们达成共识，在那些冒险小说里，这就叫2位主角相遇了。历史的车轮开始滚滚向前。”不要脸。克莱恩敷衍的笑了笑，他清楚的知道，历史的车轮开始滚滚向前出自罗塞尔大帝。这时，伦纳德快步踱了2圈，绿眸明亮，嘴角勾勒道：“好了，我坦白的讲，我有不小的把握怀疑这些死亡事件的主角都该在3个月内陆续死亡，但被人用各种办法提前到了最近2周，而对方的目的是召唤邪神、恶魔，或者进行一场可怕的、
大范围的诅咒让出现死亡征兆的人提前死亡，很容易就能掩饰过去，不会很快引起警察部门的注意，不会在准备阶段就被职业者、代罚者和机械之心破坏。克莱恩低声自语，分析着幕后那位的响纳德含笑附和道：是的，如果有健康的、正常的人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亡，只要超过3起，就肯定会被关注，会被例行性调查。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举行仪式的祭台呢？不管是召唤邪神、恶魔，还是制造可怕的诅咒，都需要祭坛，需要仪式。而被提前收割的那些生命，也必须有类似的地方存放。克莱恩姑且相信着对方，毕竟他没找到别的线索，无法做出另外的判断。试一试又不会怎样。伦纳德嘿嘿笑了2声道：克莱恩，这不应该是你的专业领域吗？你难道想象不出类似仪式的祭台周围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不等克莱恩回答，他抢先描述道：死亡的气息浓郁，以祭台为球心，半径为10米的范围内，除了仪式的主持者，不会有活着的生物。周围气温比正常至少低5摄氏度，不断有阴冷的风刮过。被灵性之墙密封住的祭台之中，还有劳维斯太太等人被夺走的生命。说到这里，他看着克莱恩，戏谑道：我相信你肯定能占卜出具备这些特征的祭台大概在哪个位置。克莱恩微皱眉头，沉声回答道：只要不超出停更室令外，我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没有人打扰的环境，比如我家。还需要劳维斯太太等人的随身物品。与此同时，他心里犯了嘀咕，觉得伦纳德对这种黑魔法、黑巫术未免太过了解了。没有问题，伦纳德笑了一声，豁然迈步越过克莱恩，往弥撒厅走去，竟再不啰嗦。这家伙的做事风格真够独特的。克莱恩腹诽一句，跟着对方原路返回，找到正在认真询问并做着记录的弗莱。伦纳德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有了个猜测，打算让克莱恩试一试。什么猜测？弗莱看似冰冷地问道。有结果了再告诉你，我可不想成为罗珊他们嘲笑的对象。伦纳德随意找了个借口，将事情敷衍了过去。弗莱没再多问，按照叮嘱，到附近警察局借走了索尔斯和劳维斯太太的随身物品，然后与队友们在克莱恩的家里会合。你们在客厅等待，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到我。克莱恩掏出怀表，啪的按开，看了一眼。此时已接近6点，梅丽莎随时可能回来，你可以相信我们。伦纳德双手插兜，在不大的客厅内走来走去。弗莱则安静地坐到了沙发上。这家伙是多动症患者吧？克莱恩撇了下嘴，返回位于2楼的卧室，反锁住木门，用灵性之墙密封了房间。紧接着，他布置祭台，祈求女神的帮助，以初步排除干扰。然后，克莱恩在纸上书写了对应的占卜语句。祭台的位置他给的限制很宽泛，以免错漏。拿上这张纸和死者的随身物品，克莱恩半躺到床上，先回忆了伦纳德描述的场景，接着默念了7遍占卜语句。他没试图借助灰雾之上的特殊来完成，一是因为伦纳德这古怪神秘的家伙就在楼下，谁也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察觉点端倪；二是自身属于魔药即将消化完毕的占卜家，加上仪式的辅助，应该足够了。实在没有结果，克莱恩才会考虑另找机会去灰雾之上。毕竟召唤邪神、恶魔可是会威胁到班森，威胁到梅丽莎，威胁到自己的事情。借助冥想，他迅速进入梦境，看见了模糊、朦胧、虚幻、支离的一幕幕场景。很快，他眼前浮现出了一幅画面，那是一栋沐浴着黄昏光彩的2层灰蓝色房屋，1层的窗户紧闭，深色的帘布没露丝毫缝隙，但时有膨胀和收缩。房屋附近的泥土呈黑褐色，每长一根草，每种一朵花，周围的花园则仿佛蒙着阴影，破败而昏暗。在这栋房屋的不远处，有条河流静静奔涌。过了一阵，没看到更多画面的克莱恩退出了梦境。伦纳德的猜测是真的，那栋房屋会在哪里？停更室有河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西区西南，比如码头区，比如大学区。他睁开眼睛揉了揉太阳穴，表情相当严肃地思考着。第122章，目标建筑。水仙花街2号，染上了黄昏色彩的客厅内，克莱恩背对着凸度窗，对弗莱和伦纳德说道：我占卜出结果了，我在梦境里看见了一栋灰蓝色的2层房屋，它1楼的所有窗户紧闭，拉上了帘布，它周围好几米内泥土黑褐，没长一根草，没种一朵花，它还有个破败阴暗的花园，
就像是鬼故事中常见的那种唯一能标识它地点的象征是位于它不远处的一条河流，较为宽阔的河流，这可能是塔索克河，也可能是霍伊河，只能靠排查的办法寻找了。希望还来得及。塔索克河是鲁恩王国最大的河流，发源于西北方向的明尔明斯克山脉，一路往东南流去，途经坚海郡、阿霍瓦郡等地方，穿过首都贝克兰德，在普利兹港附近入海。它与廷根市交汇的位置有西区的西南角和南区以南的码头区。霍伊河则发源于北面的约克山，流过东区郊外的大学区，在本地汇入塔索克河。这就是廷根周围的2条主要河流，其他都只能称之为小溪，不具备宽阔的水面。听完克莱恩的陈述，皮肤苍白、气质冰冷的弗莱微微点头，认同了对方的想法。没有另外线索的情况下，排查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就在这时，伦纳德含笑开口道：“也许我们可以缩小目标所在的范围。”怎么缩小？克莱恩拿着有枝蔓花纹的银色怀表，皱眉反问道。伦纳德呵呵笑道：“对这种有计划、有目的的犯罪者来说，最开始挑选的目标肯定会远离祭台所在的区域，这源于追求安全的本能。等到其他区域的将死者没剩下几位，找到的难度提升，他才会考虑附近。所以，我们应该再翻阅资料，筛选出死亡事件的数量在最开始阶段处于正常水平，这几天则快速攀升的区域。”克莱恩听得眼睛一亮，非常棒的推理。与此同时，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句：“我果然没有做侦探的天赋。”弗莱点了下头，拿起摆放在茶几上的资料，重新开始翻阅。没过几分钟，他嗓音变沉的说道：“确实有这样的区域，而且只有一个。哪个区？”克莱恩脱口问道。弗莱将厚厚的资料递给了身旁的伦纳德，薄唇轻抿道：“西区就是西区。”克莱恩握了下拳头，当即提议道：“那我们先去排查西区西南角那片区域并不大。”我赞同。伦纳德扬了扬手里的资料，非常轻松的附和，仿佛刚才给出缩小范围意见的人不是他一样。轻便的双轮马车缓慢行驶于略显泥泞和肮脏的道路上，不远处有一条宽阔的河流染上了落日的余晖。克莱恩和弗莱分别从2边窗户望向外界，审查着那一栋又一栋的房屋。重点是灰蓝色，是花园破败，如果有条件能够看得到，则注意1楼的窗帘是否全部被拉拢。伦纳德悠闲地坐在原位，背靠箱壁，轻哼着有本地风情的小调。昏暗的景色一幕幕的后掠，克莱恩眼角余光忽然扫到了一栋灰蓝色的2层小楼，在那小楼前方有一个给人破败感和阴沉感的花园。找到了，克莱恩压着嗓音开口。他话音未落，弗莱和伦纳德同时挤了过来，眺望向远处，快得似乎没有间隔。随着马车与那栋房屋越来越近，深色帘布全被拉拢的1楼景象呈现于了3位职业者的眼睛里。不需要再做占卜来确认，克莱恩完全可以肯定，这就是自己在梦中看到的那栋房屋，这就是邪恶祭台所在的地方。无论是他还是伦纳德和弗莱，都未立刻叫停马车，任由车夫继续驾驭前行。越过了目标，远离了目标，就像路过一样。等到回头再也看不见那栋建筑时，伦纳德才喊住车夫，让他停下马车。克莱恩，你坐这辆马车回佐特兰街，替换队长来帮忙。伦纳德打了个响指，噙着笑容望向队友道：“这是觉得我菜鸡，不该掺和这么危险的事情。这家伙人还是不错嘛。”克莱恩怔了一下，旋即明白了伦纳德的意思。弗莱在旁边附和点头道：“你才刚练习格斗，又是辅助性的职业，我知道。而且能弄出这么多死亡事件来举行仪式的家伙，肯定不是好对付的。只有队长才能让事情不那么可怕。”克莱恩吸了口气，理智的答应了下来。然后他看了看伦纳德，又看了看弗莱，挤出一抹笑容道：“你们要小心，放心，我很珍惜我的生命。队长抵达前，我们只会监视，不会靠近。”伦纳德轻笑了一声。弗莱什么也没说，只是提起了皮箱。克莱恩默然了几秒，掏出一枚铜便士道：“我为你们做一次占卜。”他默念着这里的事情会有个好结果，在眼眸转身的同时往上弹出了硬币。当硬币上翻，滚动掉落，稳稳贴在了克莱恩的掌心。克莱恩睁眼望去，看见是国王头像朝上，顿时松了口气。这只是模糊的象征，还有别的解读，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小心和谨慎。他以占卜家的方式对弗莱和伦纳德说道。伦纳德早就转过了身体，闻言边挥手边跳向马车外面道：“
像我80岁的奶奶一样啰嗦。弗莱则认真点头，提着皮箱走了下去。目送两位队友往目标房屋前行，克莱恩摸了摸腋下枪袋内的左轮，对车夫道：佐特兰街以时间方式被雇佣的车夫没有意见。让马匹再次迈步。佐特兰街36号。克莱恩进入黑金级安保公司的时候，罗珊、奥利安娜太太等人已经下班，这里变得异常冷清和昏暗。身穿黑色风衣的邓恩就坐在招待区域的沙发上，没有点亮煤气灯，似乎融入了那片无光的区域。找到线索了，他嗓音醇厚的开口，吓了正张望队长在哪里的克莱恩一跳。克莱恩快速转身望着邓恩的灰眸道：是的，我们。他飞快将伦纳德的大胆猜测自己的占卜确认和之后的实地排查重点讲述了一遍。至于伦纳德的信心，至于他所阐述的特殊自然属于不重要的事情。邓恩时不时插嘴问上一句，等到完结，猛地站起走向门口。差点忘记了，你留在这里防备意外。快下楼时，他回头叮嘱了一句。好的，克莱恩郑重点头。此时此刻，除了值守查尼斯门的科恩黎，其他职业者都在外面忙碌。邓恩、史密斯登登下了几节楼梯，忽然又停顿下来，边戴帽子边朝门口的克莱恩说道：你把门锁了，跟着我一起过去。这不是让你参与战斗，一是感受下氛围，二是最后搜索和检查的时候可能需要一式魔法的辅助。记住，在事情结束前，你必须远离我们至少50米，而且绝对不能靠近那栋房屋。克莱恩怔了一下，用力点头道：好的。太阳完全落入了地平线之下，奔涌的塔索克河幽深而黑暗，乌云遮住了绯红之月，让那栋2层的灰蓝房屋如同藏在阴影里的怪物。小楼前方的花园安静到了极点，没有一点声音传出，似乎没有了爬虫，也没有了生命。克莱恩眺望着这样的场景，掌心生汗，身体战栗。他觉得那里有无数可怕的事物在隐蔽，在等待着一场血腥的盛宴。在他目送之下，几乎融入了黑暗的邓恩、伦纳德和弗莱小心翼翼地靠近着目标建筑。灰蓝色的房屋2层，没有点灯的卧室内，一位脸蛋圆润、温文甜美的年轻姑娘正坐在梳妆台前，就着昏暗的星光研究复杂的皮肤护理学。她的右手旁边摆放有一面银镜，表层磨得非常粗糙，几乎照不出人影。突然，那面银镜之上沁出了一道血淋淋的痕迹。温文甜美的特丽斯表情立刻变沉，站了起来，走到窗旁，沉默着望向外面。第123章超凡战。玻璃窗外，花园枝蔓横生，破败阴沉，河水幽暗流淌，反射着点点星光。附近的房屋则纷纷透出温馨而暖和的灰芒，一切安静到了极点，仿佛在迎接夜的来临。五官单看都不算精致，但组合起来却异常美貌的特丽斯收回视线，快步走到衣帽架旁，取下了一件带兜帽的黑色长袍。他迅速穿上这件衣物，扣好纽扣，系紧腰带，翻过兜帽，让自身变成了一个刺客。特丽斯抬起右手，在脸前一抹，顿时使兜帽遮掩下的容颜变得朦胧与模糊。紧接着，他伸手从腰间的暗袋里捻出一把闪烁荧光的粉末，配合着皱纹洒在了自己身上。特丽斯的身影开始一寸寸消失，轮廓线条仿佛铅笔所画，被橡皮擦彻底抹去。完成了隐身的他无声无息离开了这间卧室，来到了对面的房间，推开了没加装护栏的窗户。轻轻一跃，特丽斯站至窗台上，俯视着小楼后方的草坪，俯视着几乎融入了黑夜的铁栅栏，俯视着正悄然翻过围墙的收尸人弗莱。他吸了口气，像根羽毛般落了下去，没有一点声音的踩在了草坪上。身穿黑色风衣，提着特制左轮，高鼻薄唇的弗莱谨慎的左右打量，寻觅着可能出现的冤魂或者恶灵。他能直接看到这些事物。特丽斯悄无声息的靠近弗莱，绕到了他的背后，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涂着黑漆的匕首。噗！他出手如同旋风，一下将匕首捅进了弗莱的后腰。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眼前所见豁然破碎，幻觉一样的破碎了。特丽斯发现自己还站在窗台上，还在俯视着草坪，俯视着铁栅栏围墙，只是在围墙之外，不再仅有收尸人弗莱，还有瞄准着窗台的伦纳德、米切尔，还有闭着眼睛按住眉心办公身体的邓恩、史密斯。这位职业者队长的周围仿佛有一圈又一圈的无形波纹在荡开。
特丽斯瞳孔一缩，明白刚才只是一场梦境，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砰砰砰！伦纳德和弗莱总共开了3枪，准确的命中了似乎还未从梦境中清醒的隐形目标。咔嚓！特丽斯的身影轮廓浮现了出来，先是裂开，旋即变成了碎片，变成了表面粗糙的银镜碎片。房屋之内，使用了替身法术的他掉头疾走，沿着走廊和阶梯一直奔到了1楼。这一层内阴冷到让人会被冻僵的风永不停息般的吹拂着，一道道无形的透明的身影茫然而麻木的徘徊于每个地方。失去了隐身效果的特丽斯每穿过一道这种类似幽魂的存在，体温就会降低一点。当他终于抵达祭台的时候，已控制不住的打起了寒战。祭台是一张圆桌，中央摆放着一个白骨雕刻成的神像，这神像有正常成年男人脑袋大小，眉眼只得隐约的轮廓，似乎是位绝美的女子。她的头发从脑袋一直延伸到了脚踝，根根清晰而粗壮，就像一条条毒蛇，一根根触手。而每根头发的顶端还长了一只眼睛，或闭或睁，密密麻麻。这尊邪异的神像周围则凌乱地堆放着众多的木偶，做工粗糙的木偶，上面书写着一个个姓名和相应的信息，比如乔伊斯、迈尔。圆桌之上还有3根蜡烛，在阴冷呼啸的风中摇曳着昏黄带绿的火苗。特丽斯对着神像行了一礼，口中飞快诵念起咒文，然后他推开木偶，按灭烛火，拿起了神像。风声一下凄厉，吹得紧闭的窗户出现了剧烈摇晃。哐当，咔嚓，一面面玻璃破碎，阴冷没有声息的风向着4面8方吹了过去。刚绕到另外一侧，不敢鲁莽闯入祭台范围的弗莱顿时打了个寒战，只觉血液在变冷，在结霜，只觉自己的动作有明显迟缓。就在这时，他脚踝一紧，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事物牢牢抓住了。更加阴冷的感觉从接触的位置往上蔓延，换作别的序列9非凡者，必然已麻痹和僵硬。但弗莱作为收尸人，对类似的状态并不陌生。他调转左轮枪口，对着脚踝侧面扣动了扳机，似乎能看见敌人是谁，看见他究竟在哪里。砰！一枚银色的猎魔子弹钻入了风中，换来一声凄厉的悲鸣。无形的幽影消散，弗莱恢复了自由行动的能力。另外一边，想爬到2楼避开祭台正面的邓恩、史密斯同样被外扩的阴冷之风冻僵了身体，停在了破碎的窗户外。窗户后方深色的帘布突然扬起，笼罩向了邓恩，就像怪物张开了嘴巴，吞噬着猎物。邓恩的头部当即被获得了生命般的帘布裹住，越裹越紧，勾勒出了口鼻。即将窒息的状态里，邓恩双脚下踩，膝盖挺直，腰背一转，竟靠蛮力硬生生将那帘布撕扯断开。他用左手抓住裹着脑袋的帘布一角，将它拉了下来，丢向地面。砰！他抬手就是一枪，射向了窗户后方还想笼罩而来的半截帘布。那帘布瞬间静止了下来，有一抹深红色飞快沁出。草坪上正开口吟唱诗歌的伦纳德、米切尔也被那蕴藏着强烈死亡意味的阴冷之风吹拂的牙关碰撞，得得作响，短暂难以发声。就在这时，破败杂乱的藤蔓忽然蔓延，缠向了他的脚踝。一道黑影也乘着外散的狂风砸了过来。身体略显僵硬的伦纳德来不及开枪，只好急扯肩膀，上抬了手臂。噗！那黑影砸到了他的小臂位置，让本身的尖刺扎入了皮肤。这只是一朵娇嫩的鲜红的花，不知从哪里来的花。伦纳德吃痛一甩，将这朵染上了自身血液的鲜花甩到了一旁。砰！他对准缠绕过来的藤蔓开了一枪，打出了暗红的汁液。噔噔噔！伦纳德迈开脚步，冲向1楼的祭台，冲向破碎的窗户。而他原本站立的位置，藤蔓忽然缩走，似乎在躲避某个无形的事物。特丽斯借助破坏祭台，中断仪式造成的混乱，又一次完成隐身，并成功瞒过了灵视，脱离了包围，来到3位职业者后方。他右手一伸，顿时有阴冷之风吹过，拖着那朵染上了伦纳德血液的鲜花投入他的掌心。特丽斯没再停留，握着鲜花，敏捷地翻过了铁栅栏，往着塔索克河方向逃走。这个时候，刚要进入1楼的伦纳德突然侧头，似乎在倾听着什么。他脸色一下改变，慌忙拉起衣袖，看向刚才被鲜花扎出的伤口。以他的体质，
那里已然停止流血，只稍有红肿。伦纳德表情变沉，猛地捏住左手食指，硬生生将那片指甲拔了下来。他的脸上顿时充满痛苦而扭曲的神色，但动作并未因此而停顿，边默念着什么，边用指甲划开了凝固的伤口，让它沾染上暗红的血迹，然后拔下几根头发，缠住了那片指甲。塔索克河边，特丽斯放缓脚步，将目光投向了手中握着的鲜花。他嘴里喃喃念叨着什么，掌心豁然窜出了一团黑色的虚幻的火焰。这火焰包裹住鲜花，真正燃烧了起来，将对方烧成了灰烬。做完这一切，特丽斯才踏入河中，沉进水里。与此同时，伦纳德扔出了缠绕着头发、沾染了血液的指甲，看着它落到角落，凭空燃烧，散发出一阵恶臭的焦味。那片指甲连同头发一起，很快消失了，只留下一点点尘埃。伦纳德松了口气，从窗户翻进1楼，对正在破坏祭台的邓恩和弗莱道：“目标逃走了，还好，我们的主要目的一直是阻止一事。”邓恩叹了口气，望着圆桌上的众多木偶道：“他很警惕，也很强大，提前察觉到了我们的靠近，否则他至少是序列7的非凡者给克莱恩信号，让他过来通过短暂的梦境接触。他判断敌人是一位女性。”第124章收尾的工作。躲在几十米外房屋阴影里的克莱恩一直眺望着黑暗里的目标建筑，隐约听见了一阵剧烈的风声，清楚分辨出了砰砰砰的枪响。如果敌人向我这个地方逃窜，我是该拔枪做个样子呢，还是假装没有看见？他身体略微站立，掌心沁出汗水地想着，能用各种手段缩短将死之人生命的非凡者绝对不可能只有序列9或者序列8，不是他这个占卜家能够正面对抗的，就算牺牲自己都未必可以延缓对方，为邓恩和伦纳德他们创造追赶上来的机会。幸运的是，执掌恶难的黑夜女神似乎听见了他忠实守卫的祈求，始终没有人向着克莱恩躲藏的位置奔逃。过了好几分钟，他听见目标建筑那里有飘扬的歌声传出，侧过耳朵仔细分辨，克莱恩确认这是伦纳德·米切尔长哼的民俗小调，里面充满了低俗的语句。呼，他松了口气，一手持枪，一手提杖，走出阴影，向着目标建筑靠拢。这民俗小调正是他与邓恩等人约定好的会合信号。刚迈出2步，克莱恩忽然停顿，将手杖靠在旁边的铁栅栏上，将左轮换了一只手，然后他解下袖口内的银链，让黄水晶吊坠自然坠落。交换了左轮和灵摆的位置，克莱恩等到黄水晶的摇晃平稳，立刻半闭上眼睛，进入冥想状态，并默念起占卜语句。刚才的歌声是幻觉，刚才的歌声是幻觉。7遍之后，他睁开眼睛，看见吊坠在逆时针转动，不是幻觉。克莱恩一颗心放回了原位，揣好灵摆，提上手杖，飞快临近了目标建筑的拱形铁栅栏大门，然后将相迎的黑色手杖交给右掌，与左轮一起被拿住。他刚伸手触碰到栏杆，试图推开，忽然感受到有刺骨的凉意涌来，就像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人塞了一脖子的冰块。嘶！克莱恩猛地缩手，呲牙咧嘴。这里就和冬天一样。他就着微弱的星光和远处的路灯，眺望向铁栅栏大门后的花园，看见那里枝蔓枯萎，花朵凋零，不少叶子染着白霜落于黑褐色泥土之上。厉害啊！克莱恩暗自感叹一句，屈指敲了眉心2下，开启了灵视。他左手取回相迎的黑色木杖，用它抵住栅栏，发力推开了虚掩的大门。吱嘎的声响里，他侧身通过，踏上了直通灰蓝色小楼的石板道路。两侧是在黑夜里隐隐绰绰仿佛幽魂的植物，这样的画面让克莱恩油然想到了各种各样的鬼故事和灵异电影。他下意识放缓呼吸，加快了脚步，可刚走了几米，左肩突地被谁拍了一下，扑通扑通，克莱恩的心脏先是一滞，接着剧烈跳动。他抬起右手，用左轮瞄准了那个方向，然后缓慢转身望了过去。微弱的光芒里，他看见一根树枝摇摇晃晃，险些掉落，这叫自己吓自己。克莱恩嘴角一抽，挥了下手杖，将那根树枝打了下来。他继续前行，耳畔开始出现若有似无的哭泣声、悲鸣声，眼中也映照出了一道道透明的、模糊的、接近无形的幽影。这些幽影感受到活人的气息和血肉的温暖，纷纷涌了过来。克莱恩吓了一跳，当即跑了起来，噔噔噔冲入了灰蓝色房屋的正门。
这就是队长说的感受气氛，确实比帮助德维尔爵士那次可怕多了。怨念明显比幽影呆板，没有主动攻击性。他边想边走向位于客厅中央的祭台，那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做工粗糙的木偶，另外还有3根熄灭的蜡烛。邓恩、史密斯正站在祭台前方，背对克莱恩，一个木偶一个木偶的拿起观看。收尸人弗莱则静静注视着那些飘荡的幽影，试图伸手安抚他们，可却只能无力的穿过。而幽影们也未攻击他，似乎将他当成了同类。伦纳德、米切尔见克莱恩抵达，语调一改，嗓音变得低沉而磁性。这是一片宁静的清晨，正适合那更宁静的悲切只听得穿过凋谢的秋叶。栗子轻轻落地的声音，注意。这悠缓安柔的诗歌吟唱声里，克莱恩仿佛看见了一片映照着粼粼月光的湖面，看见了静静悬挂于高空的红月。那些幽影平静了下来，不再追逐活人的气息和血肉的温暖。邓恩放下手中的木偶，回过身来对克莱恩道：这是一个可怕的诅咒仪式，幸运的是我们已经破坏了它。你先布置仪式，安抚残留的灵性，然后尝试着通灵，看能否从他们那里得到线索，发现自己不再是累赘的。克莱恩当即挺胸抬头道：是，队长。他2、3步抵达祭台，伸手将那些木偶扫出了圆桌。这个时候，他眼角余光瞄到每个木偶之上都有不同的姓名和对应的信息。队长，有发现认识的人吗？克莱恩随口问了一句。问完，他看了看邓恩，邓恩又看了看他，双方都陷入了沉默。我真傻，我怎么会问考验队长记忆力的问题？克莱恩险些掩面长叹。换做别的领导，之后肯定会找机会给我穿小鞋。还好，队长他会忘记这件事情的。真不知道这算优点还是缺点。他半是庆幸半是调侃的想着。默然10几秒之后，邓恩似乎终于分清楚了现实与梦境，开口说道：有一个你认识的人。谁？克莱恩停住了重新摆放蜡烛的动作。乔伊斯·迈尔，木序号惨案的幸存者。邓恩言语简洁的回答道。乔伊斯·迈尔，安娜的未婚夫。克莱恩一下联想到了济贫院的索尔斯，似乎是被人教唆被人诱导，才会提前爆发，试图纵火的事情。他收回右手，沉声说道：教唆者特里斯，他用将死之人被缩短的生命做祭品，试图诅咒所有的木序号惨案幸存者。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发现问题，报告了警方，而特里斯要是直接下手报复，不太可能一次就能干掉分散居住于不同地方的全部目标，顶多2、3起案件后，他就会被职业者、待罚者和机械之星注意到，丧失继续作案的机会。克莱恩几乎脑补出了对方为什么如此选择的思路。邓恩先是点头，接着摇头道：不是所有幸存者是廷根市的全部幸存者，他的诅咒仪式只能影响这个范围内的人群。另外，仪式的主持者是女性，不是特里斯。克莱恩微皱眉头道：也许是灵芝会派来帮助特里斯的强者。灵芝会的源头可能牵扯魔女教派，强者是女性很正常。邓恩笑了笑，嗓音醇厚的说道：我赞同你的判断，虽然这里只有那名女性，没有特里斯，但可以做必要的猜测，比如他们没住在一起，比如特里斯正外出寻觅将死之人。克莱恩没再多说，摆放好3根蜡烛，拿出满月精油和深红檀香等材料，快速布置好了祭台，用银笔制造出密封之墙。他开始向黑夜女神、安眠和寂静的领主祈求，彻底安抚了这栋房屋内外的幽魂。可惜的是，后续的通灵环节，克莱恩只看见了那些残留灵性生前的少量画面，并未获得有用的线索，让这些幽魂真正安眠于黑夜后，他结束仪式，解除了灵性之墙。对邓恩、伦纳德和弗莱摇头说道：这里被仪式中断的反噬破坏得很严重，失去了主人残存的影像。邓恩并不意外的指了指楼梯道：那我们去2楼再找一找，试一试。克莱恩和伦纳德等人当即表示了赞同。3位职业者沿着阶梯一路来到2楼，分头搜查起各个房间。最后，他们汇合于一间有暗香漂浮的卧室，看见了凌乱堆放的衣裙，看见了一个个打开未合拢的盒子。这是化妆品。邓恩从梳妆台上拿起一个盒子闻了闻，随口问了一句，准确来说叫护肤产品。自罗塞尔大帝之后，他们就不再被混杂称呼了。伦纳德笑笑纠正道：队长，作为一名绅士，必要的常识还是需要了解的。克莱恩没加入他们的讨论，将目光投向了梳妆台上的镜子。
这面镜子出现了明显的开裂，有碎片跌落于地毯之上。那位非凡者有点匆忙，破坏的不够彻底。他忽然沉声说道：“也许可以试一试，交给你了。”邓恩信任的回答。克莱恩飞快从1楼将蜡烛拿了上来，点燃在那面破碎的镜子前方。昏黄的烛光摇曳之中，他又拿出满月精油等物品，制造出了灵性之墙。做完这一切，克莱恩站在映照着3根蜡烛辉芒的镜子前方，用赫密斯语诵念道：“我祈求黑夜的力量，我祈求隐秘的力量，我祈求女神的眷顾，祈求这面镜子获得短暂的还原，祈求它呈现出过去1个月映照过的所有人。”随着咒文一句句被念出，灵性之墙内突然刮起了强烈的旋风，那面镜子的碎片被卷了起来，一片片安放于原来的位置。布满裂痕的镜子浮动起幽暗的光华，随着克莱恩用手抚过，顿时映照出了一道人影，但并非处于他正前方的克莱恩，这是一个脸蛋较圆、温文甜美的年轻姑娘。或许是镜子受过破坏的缘故，也或许是意识中断的反噬同样影响了2楼的原因，她的五官较为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长相。可就算是这样，克莱恩依然觉得对方莫名熟悉。第125章，大胆的想法。面对莫名的熟悉感，其他序列9的非凡者也许会竭力回想，也许会忽视遗忘，但占卜家不同，克莱恩直接结束仪式，解除掉灵性之墙，翻找出纸张，书写下占卜语句。刚才熟悉感的来源紧接着，他坐到卧室的床边，一边拿着纸张，一边默念语句。7遍之后，他眼眸转身，借助冥想进入沉眠，与自身灵性对话。模糊扭曲的世界里，克莱恩看见了一辆马车，看见了一位穿灰白长裙的年轻女士。这位姑娘黑发柔顺，脸蛋较圆，气质温文而甜美，身体在不正常的颤抖。画面闪烁，克莱恩又看到了这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她置身地下交易市场，蹲姿粗鲁的与人交谈着什么。梦境飞快褪色，克莱恩苏醒过来，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对镜中呈现的形象感觉熟悉。他在现实里见过对方，第一次遇见是在水仙花街，属于铁十字街的附近区域，而当晚队长他们正在铁十字下街追捕教唆者特里斯，两者之间看来确实有一定关联。克莱恩沉思了几十秒，又不止一试，祈求女神将印象里的敌人形象描绘了出来。邓恩等人一直安静等待，没有随意插言，直到此时才凑拢过来审视画像。你曾经见过他？邓恩开口问道。克莱恩微微颔首，语言简洁的回答：是的，你们追捕教唆者的当晚，我在水仙花街的公共马车站点遇见了他。那属于铁十字街的附近，那他大概率就是刚才的敌人，教唆者的同伙。邓恩仿佛在思考般点头。这个时候，伦纳德突然咦了一声：你们难道不觉得画像熟悉吗？他和教唆者特里斯很像啊。克莱恩怔了怔，立刻将目光投向纸张，重新审视那位年轻女士的画像。确实很相似，脸蛋较圆，眼睛狭长，气质温文。他越看越觉得伦纳德的话语很有道理。只是教唆者特里斯的五官组合起来依旧平凡，那位年轻女士却足以称得上美貌。克莱恩抬起脑袋，望了伦纳德一眼，发现对方给自己做了个挑眉的暗示。什么意思？他一阵茫然和迷惑。邓恩·史密斯思索着猜道，或许她是教唆者的姐妹，同样加入了灵之会，或者魔女教派。见克莱恩与自己毫无默契，伦纳德暗自叹息，一本正经的说道：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什么想法？邓恩开口问道。伦纳德非常直接的陈述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教唆者特里斯。什么？弗莱诧异脱口。邓恩则微皱眉头道：你的意思是，教唆者特里斯其实是女性，或者说刚才那位是假扮成女性的男子？不，从梦境的接触来看，我确认她是女性。克莱恩毕竟见过太多的脑洞和种种匪夷所思的情节，又看了眼画像后，立刻有了另外的猜测。难道教唆者特里斯变成了女性？这样一来，很多细节就能够得到解释了，比如特里斯的线索为什么会突然断掉，哪怕占卜也找不到丝毫痕迹，因为目标对象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唯一的问题是，她怎么会一下变成女性，似乎还挺轻松的样子。变成后的女装大佬长相竟然还不错，不，按住良心讲是相当不错。克莱恩思绪发散的想着。伦纳德欣慰的点了下头道：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这可以完美解释教唆者特里斯突然失踪的事情，也符合魔女教派的上层都是女性的特点。邓恩和弗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哪怕他们见过不少的怪物，见过不少神奇的事情，类似的变化也还是初次遇到。你的意思是，魔女教派的高层有不少女士曾经是男性？邓恩反问了一句，不等待回答，又自顾自说道，确实有一定可能，这也许就是他们序列魔药的特点。克莱恩听得下体一阵发凉，觉得魔女序列的魔药简直太坑了，希望占卜家序列不要有这种坑爹的魔药。不，肯定不会，一个是魔女途径，听名称就知道不对。可是我不知道占卜家对应的序列1是什么啊？他下意识地向女神祈祷起来，魔药还能完成这种事情？弗莱依旧有点不相信地问道。伦纳德摊手笑道，即使中低序列的魔药也能让人发生神奇的变化，毕竟都曾经源于造物主。这时邓恩侧头望向克莱恩，你尝试着占卜一下目标现在的位置。好的。克莱恩来到那堆凌乱摆放的裙子前，感觉非常复杂的拿了一件铺至地毯上，他将手杖处于上面，边回想着目标的容貌特征和相应信息，边默念起占卜语句。特里斯，不，特丽斯的下落。特丽斯的下落7遍之后，克莱恩的眼眸由褐变黑，四周突然有风打旋，他的左手脱离了杖头，让那根相迎的黑色手杖出现摇晃，摇摇晃晃之中，手杖未能倾倒下去，重新稳在了原地。有干扰，克莱恩沉声说道，有干扰就说明本身的方向没有错，刚才那位女士大概率就是教唆者特里斯，不，特里斯。见此情状，邓恩微不可见地点头道，不愧是上个纪元就活跃于大陆舞台的魔女教派，因为特里斯变成了特丽斯，他判断对方不是灵智会的成员，属于魔女教派。环视一圈，邓恩叹了口气道，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追查，比如这些衣裙的来源，比如这栋房屋的主人，并让警察部门派出人手排查蒸汽列车站和码头，这些确实能查出线索，但那样一来，特丽斯就有充裕的时间远离停更了。回家到灰雾之上再试一试。克莱恩对特丽斯这种一言不合就搞大规模杀伤性惨案的家伙充满戒备，恨不得立刻找到，当场处决。伦纳德，你去警察部门召集人手来处理后续，克莱恩你可以回家休息了。说到这里，邓恩揉了下太阳穴，停顿几秒，半是考察半是指导的望着克莱恩道，如果让你来指挥，刚才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假设你的队员有我。伦纳德和弗莱克莱恩皱起眉头，思考了10几秒道，我会先用占卜的方法确认仪式是否会在短时间内生效，答案如果是否定，就先监视，不靠拢，然后派人通知警察部门，通知附近的驻守部队，调集至少5门火炮过来，对这栋房屋做覆盖式的轰炸，直接把祭台轰平，把特丽斯藏身的地方轰平，他要么躲在里面被活生生炸死，要么冒着炮火潜逃，而这很容易就暴露身影。事先我则会让队长你们分别把守住不同方位。他越说越是兴奋，觉得这个办法简单有效，粗暴干脆，非常安全，非常稳妥。邓恩、伦纳德和弗莱听得齐齐陷入了呆滞，好半天没人说话。队长，这个办法不好吗？兴奋的克莱恩看见对方的反应，心里顿时有点打鼓。邓恩默然几秒道，不，这个办法很好，只不过需要追加一个前提，那就是确认祭台被暴力破坏会不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结果。我们当职业者久了，很多时候已经习惯依赖自己，依赖非凡能力，依赖相应的枪械，也习惯不让普通人接触超凡事件。好吧，我一直是火力覆盖的忠实拥护者。克莱恩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深沉的夜色里，克莱恩和伦纳德走了差不多500米才看到公共马车站点。等待片刻，他们返回了铁十字街，一个去附近警察局，一个向水仙花街进发。抵达自家门外后，克莱恩整理了下衣物，确认没什么古怪，才掏出钥匙打开大门。客厅内，梅丽莎和班森就着还算明亮的煤气灯光芒，一个做着作业，一个阅读书籍，安静而温馨。班森白天在外面东奔西跑，累得不行，回家还能坚持学习，真是个有毅力的人啊。我就不行，我现在只想躺下。克莱恩瞄了兄长一眼，含笑抬手，无声打了个招呼。班森笑笑道，我现在明白丰厚的薪水也是有代价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代价，有收获就得有付出。克莱恩边说边将手杖放在了门边的架子上，
这句话罗塞尔大帝似乎说过。梅丽莎停下钢笔，抬起脑袋。廷根是技术学院和大学，工学不同，每年暑假只有7月末8月初的2周，等到最炎热的阶段过去，立刻就恢复上课。是吗？我不知道。克莱恩表情略显僵硬的回答他，一边摘下帽子，一边往楼梯走去，打算尽快去灰雾之上占卜特丽斯的下落。突然，他听见了自己肚子发出的咕噜声，感受到了强烈的饥饿。啊，对，我还没吃晚餐，可是我留下的纸条上有说明，安保公司会提供工作餐，不用给我留菜。队长真是的，忘记这件事情了。克莱恩的表情变换了几下，想要假装自己已经吃饱。就在这时，梅丽莎侧头望了他一眼，指了指厨房道：“给你留了1块小羊排，1份蔬菜浓汤，面包也还剩好几条。”说完，他埋下脑袋，重新将目光投向课本，自言自语般低声道：“我感觉工作餐不会太好，会让人失去胃口。”